美国升级乌军 F-16，全面压制俄防空。乌军国产弹道导弹可以绕过西方限制，打击俄纵深目标。俄军加大攻势，逼近红军村外围。乌军不费一兵一卒，歼灭俄装甲洪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公共论坛上爆出了美国第68电子战中队与丹麦和挪威的携手，将丹麦和荷兰向乌克兰交付的 F-16战机进行了至关重要的电子战系统改装。这种电子战系统北约从未装备过，美国希望以此来让乌军 F-16对俄罗斯空天军形成碾压优势。这项任务呢非同小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对美国空军未服役设备的调试，而且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完成。面对这样的挑战，第68电子战中队的总工程师曾经说过，大多数重编程中心在应对这一挑战时都会说不可能，但我们的回答是坚定的，舍我其谁，我们就是这件事的最佳人选。第68电子战中队组建了一支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和聪明的年轻工程师们组成的专业团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了解不熟悉的电子战系统，以及如何对其进行重新编程。依靠丹麦和挪威提供的数据，他们采用了新的流程和方法，迅速理解了系统并开始了工作。美国空军第350光谱战联队官方网站报道了这次独特行动。这次行动的成功意味着乌克兰的 F-16战机现在拥有了北约最新的电子战系统，能够有效应对频谱中不断演变的俄罗斯威胁。这不仅提高了攻击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为美国空军提供了宝贵的实战数据。这些数据将用于美军进行进一步更新和优化系统。第68电子战中队希望尽快将乌克兰纳入其电子战数据联盟成员，使其支持的伙伴国家数量达到31个，从而进一步增强美国及其盟友在电子战争中的并肩作战能力。第68电子战中队的主任表示，在一场势均力敌的冲突中，你需要所有的伙伴盟友都按照相同的剧本运作，这样你才能实现在电子中的优势。所以单一经过改装的 F-16战机无法在整体上取得制空权，但即便是这样，它在面对俄罗斯空天军战机时，依旧能够获得极大的空中优势，让乌克兰能够实现其战略目标。事实上，乌军的 F-16的作战能力已经得到凸显。就在周二，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但他们中的许多在到达目标之前就已经被这些西方提供的 F-16所击落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 F-16的支持者表示感谢，同时他也指出，尽管乌克兰拥有这样先进的武器系统，但能够驾驭他们的飞行员数量仍然有限。他强调对飞行员进行更多的培训的必要性，以便更充分地发挥 F-16的潜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中， F-16展现了它的战略价值。乌克兰军队负责人希尔斯基将军表示，从3周前突然入侵以来，他的部队已经控制了近500平方英里的土地，而 F-16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F-16不仅在战场上出色表现，它还为乌克兰提供了一种心理优势。它的存在呢，让敌人知道乌克兰的天空不再是轻易可以侵犯的领空。这种威慑力对于提升乌军的士气和民众的信心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 F-16在乌克兰上空的巡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可以更加安心。他们不仅是战斗机，更是民主世界团结的象征。随着国际社会的支持， F-16将会继续在这片天空中翱翔，守护着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近期，俄军在红军村方面有一定进展。8月27号的视频显示，乌军在该地区利用带有热成像的无人机，精准打击了藏在建筑物内的俄军，命中率达到了80%。但同时，这段视频也证明了俄军已从既定阵地沿杜比尼纳街向红军村东南部的新罗迪夫卡推进了超过2公里。同时，乌克兰方面表示，其部分部队已经从该定居点撤出了。此外，红军村周围的赫罗季夫卡、卡利诺夫等地，俄军也均取得了一定进展。
俄罗斯军队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对新罗迪夫卡的迅速占领，表明在缺乏有效防御的情况下，即便是城市化地区也难以成为阻碍俄军前进的天然屏障。乌军可能是出于避免不必要损失的考量，选择在关键防御点之外进行战术调整。然而，红军村作为顿涅茨克州西部的关键物流节点，其战略价值是远高于新罗迪夫卡的。乌军不太可能轻易放弃该地的防守，因此，俄军若要进一步深入，将要面临更为激烈的抵抗。如果乌军决定加强红军村方向的防御，俄军可能要投入更多资源，才能夺取这一更为坚固的城镇，这将直接影响其当前的推进速度。大兵认为，现在的俄乌双方都在进行围魏救赵，俄罗斯围红军村救库尔斯克，乌克兰反之，不断加大库尔斯克攻势，迫使俄军从东线撤出更多的军队。现在俄乌双方拼的就是其军队的耐力以及最高指挥部的定力，谁先调兵支援，谁就会处于劣势。尽管俄军在红军村周边的攻势看似强劲，但从现有信息来看，其部队数量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在短时间内吃掉红军村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相比于乌克兰，俄罗斯军队高层来自国内的压力更大。大统领已经下命令了，在10月1号之前要将乌军推出库尔斯克，无论实际做得到做不到，他们都要有所表现。因此，早在几周前，俄军就从东线调集了数个2线旅回国增援。虽然其主力未动，但总兵力的缺乏让其面对红军村攻坚战时显得有心无力。综上所述，俄罗斯在红军村方向虽有所进展，但其必须在顿涅茨克和库尔斯克之间进行选择。随着战况的不断发展，俄军需要灵活应对，以维持其在乌克兰战场的主动权。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方向的战线。8月27号，随着俄军不断的增援库尔斯克，乌克兰军队加强了对别尔格罗德地区的攻势。据俄方频道报道，大约60名乌军乘坐装甲车攻击了俄罗斯边境的涅霍杰耶夫卡检查站。尽管被俄军击退，但他们在附近的森林区域继续进行试探性攻击和炮击。此外，约500名乌军试图通过涅霍杰耶夫卡和舍别基诺检查站进入俄罗斯本土，攻势不断加大。别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确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进入该地区的行动，战斗仍在继续。前一天，乌军在别尔格罗德加强了攻击力度，试图试探俄军的防守弱点。200多名乌军在装甲车和其他装备的支援下，对布良斯克州的克里莫夫斯基区发起了尝试性进攻。与此同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北部继续进行进攻行动，尽管没有取得确认的进展，在赫里伯克附近和沃夫昌斯克附近，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称，俄军使用无人机在赫里伯克附近进行了远程布雷，在沃夫昌斯克进行人员轮换和后勤支持。而在卢甘斯克州，乌克兰军队最近收复了克雷明纳西南部失去的阵地，俄军继续沿着库皮扬斯克方向进行进攻行动。在顿涅茨克州，俄军继续在西维尔斯克方向进行进攻行动，但前线没有确认的变化。俄军还在恰西夫亚尔附近及东南部地区进行进攻，但同样是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俄军在托列茨克方向的进攻中取得了轻微进展，同时在顿涅茨克城以西地区进行了机械化袭击。从视频中我们能看到，俄罗斯装甲车队在田野上疾驰，企图突破防线，但乌克兰的第79伞兵团可是不容易对付的对手。无人机如同鹰眼一般监视着俄军的一举一动。很快，俄军车队在进入一条林带时，纷纷踩中了地雷，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抛锚。乌克兰第79伞兵团抓住机会，利用神风无人机对这些动弹不得的装甲车进行了致命打击，将它们一一摧毁。紧接着，乌军的远程火炮部队也发挥威力，他们使用集束弹药对散落在田野中的俄军车辆进行了猛烈攻击。俄军步兵在绝望中弃车逃亡，试图躲进附近的战壕和建筑物中，但这一切都逃不过第79伞兵团的无人机监视。最终，乌克兰的无人机携带着炸弹，对那些躲藏的俄军步兵进行了精准的点名。值得一提的是，
乌克兰无人机携带的炸弹，貌似是在传统的碰炸炸药上用电线或胶带缠上了一个简易尾翼，有些甚至还接歪了。但即便这样，依旧对俄军十分有效。在南部战线，俄军继续在扎波罗热州西部展开进攻行动，但没有取得确认进展。乌克兰军队在第聂伯罗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袭击，包括对第聂伯河三角洲岛屿的攻击。俄国防部声称，俄军击退了乌克兰在尼古拉耶夫州金本沙嘴的登陆企图。8月27号，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声称，已经成功测试了乌克兰国产的弹道飞弹。专家表示，这应该是指乌军的 Sapansa 短程弹道飞弹。根据情报，可能类似于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 和韩国的玄武2。Sapansa 又称黑姆2，意思为游隼，象征着这种导弹如同游隼一般迅猛而精准。它结合了战术导弹的系统和多管火箭发射器的功能，能够执行多样化的战场任务。黑姆2的原始版本射程达500公里，而为了适应出口市场和遵循国际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后来开发的黑姆2版本将射程控制在了280公里。从2006年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提出更新换代的需求以来，黑姆2的研发之路虽然充满了挑战，但乌克兰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们凭借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2007年KB 公司受命开发新型导弹系统，经过多年的研发和测试，黑姆2导弹系统逐渐成型，直到2024年8月，泽连斯基宣布其国产导弹成功试射。虽然乌克兰的官方消息没有透露该导弹的发射信息，不过早在2022年8月9号，距离前线220公里的俄军 SAKY 空军基地就发生了几场大规模爆炸。爆炸原因不明，当时就有媒体报道，这是乌克兰的黑姆2导弹进行了首次试验。当时乌军已经拥有了黑姆2导弹发射器。去年5月6号，俄官员声称击落了该导弹，不过俄军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让人信服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黑姆2是乌克兰自研自产的弹道导弹，在使用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可以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所有俄罗斯地区。所以，如果乌克兰军队拥有射程1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并且可以自由使用，这将极大地改变当前俄乌战争的局势，尤其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形势中将产生显著影响。目前，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了一次重大的越境进攻，这是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跨境攻击。乌军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境内约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至少100个定居点，并建立了自己的军事行政管理机构。如果乌克兰拥有射程1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其首先能够进一步威胁到库尔斯克的深处目标，包括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物流供应线。这样，乌克兰不仅可以巩固在库尔斯克前线的战果，还能切断俄罗斯从境内部队向库尔斯克增援的途径，加剧俄罗斯的后勤压力。此外，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因为这座核电站位于乌克兰进攻范围之内，任何针对其的打击或者潜在的威胁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核事故风险，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国际危机。乌克兰的导弹能力提升将使其能够更加精准地打击俄罗斯的防御阵地和补给线，迫使俄军后撤或者采取更多的防御措施，分散其在前线的兵力。俄罗斯可能不得不重新配置在库尔斯克的部队，增强防空力量，并重新考虑如何保护关键基础设施，这将削弱其在乌克兰其他战线的作战能力。此外，乌克兰可能通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来威慑俄罗斯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从而继续为其进攻库尔斯克地区创造更大的战略空间。台湾军方在8月26号晚间，在屏东县房山地区成功举办了名为“天马操演”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中呢，新型的陶式发射系统 M41A7 ITAS 首次亮相，并搭配了具备更优夜间成像能力的美军构新式陶式平台 M1167型悍马车进行了夜间实弹射击，以验证其夜战能力。
据悉，在夜间射击环节中，该系统共发射了12枚旧陶式2A 导弹，成功命中11发，命中率高达91.6%。而在白天的射击演练中，尽管原计划发射17枚导弹，但由于4发导弹出现故障，实际射击13发，命中10发，命中率为76.9%。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陶2A 导弹即将被淘汰，这次使用的均为接近使用寿命的弹药。对于这次演习的射击结果，现场指挥官表示，虽然命中率是评估训练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是让官兵迅速并且掌握新式装备的操作，以便在实战中能够迅速准确地执行任务。此外，关于新旧发射系统在夜间射击方面的差异，副排长魏君林士官长指出，新式装备在夜间成像能力上有了显著提升，其高解析度有助于在观测和射击过程中更精准地搜索并辨别目标。而步训部教官陈委员上尉则表示，新式装备不仅保留了旧装备中需要射手紧握控制盘以稳定导弹飞行轨迹的设计，还新增了闸门追瞄功能，进一步提高了命中率。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射手要被要求必须开启这一辅助追瞄功能。台湾军方在上世纪80年代曾尝试仿照苏联自研反坦克导弹系统，其成果就是昆吾反坦克导弹，但该项目最终悄然消失。你认为台湾有必要掌握自造轻型反坦克武器技术吗？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